July 22nd, 2008. 年7月 A 22 village in 日 Shanxi, 18 northwestern 时53分， China. 陕西省铜川市公安局印台分局接到了一个紧急报警电话。城关镇群众崔团营称，自己的邻居胡素琴被人杀害了。案发现场位于铜川市印台区城关村一处废弃的窑洞里，窑洞的大门敞开着，窑洞的中间有一道门，这道门将窑洞隔成了2个部分。死者仰面躺在第2道门的地面上。经法医鉴定，死者被人用钝器反复击打面部，造成重度颅脑损伤死亡。7月份，这个环境温度也比较高，尸体已经高度腐败了。根据这个尸体腐败情况和这个尸体上营区生长的情况，初步分析这个人死亡已经3天以上。死者胡素琴生前与他租住在距离案发现场不远处的同一个院子。 The caller is the neighbor, Cui Tuanying. 崔团 He 英说， says they barely knew 他 each 最后 other. 一次看到胡素琴是7月19日的中午。报案人一直说他最近不舒服，在家，看到胡素琴在中午吃完饭以后，就去这个，就到这个门前不是有葱地吗？就是我们陕西的你说是垄葱去了，他去垄葱去了，垄葱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。崔团英还说，虽然他和胡素琴住在同一个院子里，但是平日很少来往。胡素琴的突然消失，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。他是在菜地里拔葱时，无意中发现胡素琴的尸体的。结果证实，死者正是胡素琴。 Hu Suchin, 现年 divorced, 54 a 岁， scrap collector. 早年离异， Her children work 儿 far 女 away. 常年在外打工。就在案发1年前，胡素琴独自租住到了城关村6组姓党的这户人家里。他这个人见了我们大丈夫很客气的人。就是人还也很善良，就是不多事的一个老婆。就是平时就是说是跟人说话啥了，从来就是不管在哪住，跟别人没吵过架。胡淑琴你认识不？啊，胡淑琴。胡淑琴。在调查中，警方还了解到，胡素琴平日里主要以捡拾破烂为生，生活较为拮据，常常需要儿女来救济。也通过走访，他也没有什么钱，首先排除劫财的可能。现场勘查发现，死者胡素琴的上衣被翻卷至胸部，下身赤裸着，仅穿了一条红色的短裤，还被拖至到了膝盖处。现场给我看，我第一眼看到 The scene is staged to suggest a sexual assault. 殷勤或者是强奸杀人。肯定是个男的要和女的发生关系，女的不愿意，不愿意的情况下，裤子都抹下来了，不愿意的情况下，他就用砖头到头上进行了击打。 Forensic results are clear. 死者胡素琴 was 生 not 前并 sexually 未受到过 assaulted. 性侵犯，由此，胡素琴因强奸导致死亡的推测被彻底的推翻了。让我们误入歧途。案发现场位于废弃的窑洞里，窑洞的外面是一片菜地。现场勘查发现，菜地里扔着一把 Soil 没有 in her 翻版的葱， fingernails matches the onion 而且 patch. 侦查员还在死者的 Someone 鞋 she 底 knew 与指甲 pulled 缝 her 里 inside. 发现了与菜地里相同的泥土。这个女的手上有土，和这个手上这个土和这个栽葱那个土应该很相似，啊，也就是说这个女的正在种葱的时候，被这个人叫进窑洞的，啊，所以说这个人很熟悉她。死者胡素琴生前独自租住在城关村姓党的这户人家里， Only 3而 people 城关 live 村 in this 多数居民 courtyard. 已经搬迁到山 3下。 people, and 平 one 日 of them 里 is 与胡 dead. 素琴有着密切交往的人员并不多。常常给我骗过这事，那房东给我骗。据群众反映，
胡素琴平日里为人和气，从来没有与人发生过争执。他们不相信有人能对这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下此毒手。就在警方展开调查的时候，报案人崔团营反映了一个意外情况，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。报案人崔团营回忆说，7月22日傍晚，他发现胡素琴尸体的时候，他的邻居黄天德当时也在现场，而且黄天德有一些极为反常的举动。团营7月22号发现这个尸体以后，急急忙忙的找黄天德，给黄天德说了以后呢，说姚东发现那个谁的尸体以后呢，要用黄天德的电话，黄天德呢不给他电话，不让他用电话，他不让我用，然后我就跑到这个下边，去这个公寓电话亭给你们110打电话报警。房东常年在外，院子里平日就住着他们3个人。黄天德与胡素琴年龄相仿，平日里2人来往比较多。是黄天德是个收废品的，也是50多岁，我将近60岁，没有在这单身一个人。黄天德竟然在邻居遇害后漠不关心，这个奇怪的现象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。第一，他有重大嫌疑；第二，最起码他是个这个被了解人、被调查人。然而，侦查员四处寻找，也 Police 没有 search 发 the 现 village. 黄天德的踪 Huang 影。 Tianda's phone is switched off. 更为蹊跷的是，黄天德的手机竟然关机了。第一个敏感就是说，他是不是那个崔团营发现这个尸体以后，他赶快要逃跑？确切的时间是几天？崔团营还向警方反映，7月19日就是胡素琴遇害的当天中午，他正在屋里睡觉时，听到平日总是早出晚归的 On 黄 the day 天 of the 德 murder, 竟然回 Wang 家 came 了。 home at noon. 但是 He never does 黄天 that. 德当天中午做了些什么，他就不知道了。法医的鉴定结果显示，死者胡素琴被害的时间恰好是在7月19日中午的12点左右。对这个案子来说，黄天德也应该在有时间作案。黄天德在胡素琴死亡前后的反常举动，使得侦查员确定黄天德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。就在警方决定抓捕黄天德的时候，失踪了的黄天德却出人意料地回来了。当时我看到黄天德就是咱说的鬼头鬼脑的。问他干啥去了？ Then, 说是去是 unexpectedly, Huang Tiande returns. 去一次有一个人就是给他打电话说屋里有点废纸板，他就到人家去收纸板去了。经过调查，警方证实，胡素琴的尸体被发现后的几个小时里，黄天德的确是去帮人干活去了。而且7月19日那天中午，黄天德回家是因为突然遇到了些事情。当听到邻居胡素琴被人杀害时，黄天德因为害怕，拒绝崔团营借用他的手机拨打报警 Huang 电话。 Tiande feared 他 being 害怕这个事 suspected. 情怀疑到 Nothing 他 more. 跟前去，他用他的手机报了案，公安人员要找他。我知道，你听说他那事儿没？黄天德的作案嫌疑很快被排除了。而在对死者社会关系的排查中，一个叫李小木的男人走进了侦查员的视线。小木也经常来跟胡素琴沉安船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小木又显得出特别的关心这个案子。 Another name enters 以后 the 问 file. 哎，怎么回事？以后问 Li 哎你们 Xiaomu, 查得咋样？ 51, 李小 lives 木200现年 meters away. 51岁，家住在印台区城关村，与死者胡素琴租住的房屋仅隔了200米。而且有群众反映，李小木经常找胡素琴聊天儿。很快，李小木被侦查员传唤到了刑警大队。
细心的韩百成副局长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。侦查员说：“他腿怎么了？一走一瘸一瘸的。”案发现场。然而，接下来的排查却证明，7月19日胡素琴遇害的当天，李小木并不具备作案的时间，而且李小木是在放羊的时候伤着了腿。山坡上滚了下来。Each suspect is cleared in turn. 现场勘查显示，胡素琴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人杀害的。警方推测，杀死胡素琴的凶手应该是与死者较为熟悉的人。而胡素琴生前往来密切的李小木与黄天德都被排除了作案嫌疑。那么，真凶会是谁呢？就在案件陷入僵局的时候，报案人崔团营又一次告诉侦查员，至于谁会杀死胡素琴，他还有一个人。A friend of his, Ko Guozhong. 崔团营怀疑的这个人叫寇国正，是崔团营认识多年的朋友。他就说是寇国正和他本身是朋友，都是干零活认识的。认识的他就是有好几次回去以后，就发现，就是说死的这个女人，就是他不在的时候，寇国正就在这女的房子坐着了。寇国正现年50岁，居住在离城关村不远的村庄里，曾因盗窃罪被公安机关处理过。崔团营反映，寇国正与死者胡素琴经常往来，而且关系非同一般。寇国正，我们跟这个人，我们也进行了调查。寇国正与死者胡素琴生前有着亲密的关系。 At first, he denies it. 然而，面对侦查员的讯问，寇国正却给出了出人意料的答案。问了他，寇国正矢口否认自己与死者胡素琴之间的关系，更引起了侦查员的怀疑。大家都知道你和他经过你家，而且呢，你们俩一块吃过饭，你怎么说你不认识他呢？你是不是？ 逃避，知道他死了，你逃避一不认识而来躲避咱公安就和这个案件，我都不认识他，我跟他不会发生什么关系。Ko admits the affair. He had an alibi for the day of the murder. 流氓行为，这个是不是因为就是发生关系，或者是比如说强行的那个啥反抗了，他把人那个啥？面对警方的质疑，寇国正承认了自己与胡素琴的关系，但是他说，胡素琴遇害前几天。 他们就再没有见过面了。那为啥要说假话？这最后他就发现到说，他已经知道胡素琴死了，他还把牵连到他。进一步的走访调查也证实，7月19日胡素琴死亡的当天，寇国正不具备作案的时间。据此，寇国正杀人的嫌疑被排除了。和这个女的和这个胡素琴两个人。 关系比较好。你回来以后，那你说那个寇死就寇国正，虽然说就是表面上白天看着还都是两个房子，但是一到晚上，两个人就在一个房子里，而且住的时间非常长。Then the neighbor Huang Diande returns with one more piece of information. 报案人崔团营与死者胡素琴竟然保持着同居关系。之前是不是？他俩住一个院子，你也在那个院子住了，他两个平时关系是啥关系？黄天德反映的这个情况，让在场的侦查员都有些意外。The reporter, Sui Tuanying, and the victim were living together as a couple. 而且，崔团营在胡素琴案件的侦破上也表现得很积极。那么，他为什么会称自己与胡素琴平日往来很少呢？ 他为啥没说真话？估计应该有点问题。他就是看是为啥隐藏这个问题呢？面对警方的质疑，报案人崔团营承认了自己与胡素琴的关系。比较多嘛，去拔草去了。今年45岁的崔团营 Sui was 45, 以及死者胡素 who 琴 was 都住在 54. 同一个院子里。 He lied to hide the 平日里 relationship. 邻里之间相互照顾。
日子久了，从未结过婚的崔团营与比他年长8岁的胡素琴产生了感情。他就觉得崔团营就属于那种溜光锤，就属于那种比较会献殷勤的人。一看这女的也单身，他也单身，所以说在这个女的就平时帮这个女的干点小活了，献点殷勤了啥的。然而，崔团营与胡素琴的事情，遭遇到了胡素琴儿女的强烈反对。崔团营这个人不太可靠，属于那种游手好闲的人。让崔团营更为伤心的是，自从好朋友寇国正出现后，胡素琴便对他越来越冷淡。不久，胡素琴还向他提出了分手，之后就很少有往来。然而，进一步的现场勘查，却为案件的侦破指明了方向。They test the reporter's story. 崔团营在报案时曾向警方反映，7月22日傍晚，他正在窑洞外的葱地里干活时，无意中发现了胡素琴的尸体。葱地里拔草了，把草往窑洞里扔了，一扭头看见。侦查员站在窑洞的窗口外，反复进行实验，发现崔团营的言语间存在着破绽。如果从那个窗口到尸体这个角度，在3.5米左右，一个炕的长大概就在2.2米左右，有一个土炕嘛，靠着墙嘛。那么接近那个炕口 From the window, only a vague shape is visible. 有个1米 The face is unrecognizable. 有1.1米左右，下来差不多就是3.5米左右吧。我现在站到这个位置，看到窑洞里边，仅仅能看到，就是说，这个死者的胡素琴的2条腿，在任何看不到。能看见一个尸体的形状。案发现场，警方曾经发现，死者的面部已经高度腐败，无法辨认死者的真实面目。而崔团营又何以在报案时能准确地说出死者就是胡素琴呢？他嫌疑在一步上升。到底是谁做的？我们又回到了现场。侦查员对案发现场进一步仔细地勘察，窑洞的地面上遗留有大量片状血迹，窑洞内的土炕边上也有大量的喷溅血迹。死者仰面躺在窑洞2道门内的地面上，窑洞的第1道门与第2道门之间有一条拖痕。在这道拖痕之上，侦查员有了新的发现。就在这个拖痕上面发现了一个足尖向外一个足迹。侦查员推断，死者是在窑洞的第1道门口被人杀害后，再被拖到了窑洞的第2道门口。这也就意味着，拖痕上的这枚足迹是嫌疑人。 The body was dragged. The footprint belongs to the killer. 我们可以做个实验，最后我们搞了实验。那么新鲜的、陈旧的足迹也可能拖拉过去，抹得模糊不清。抹得模糊不清。但是案犯这时候拖拉着尸体往前走的足迹，也可能被拖拉痕迹擦掉。 他是拖着他走，他并不是说我们报案，他不是抱着他走，他是拖着他走。侦查员注意到，报案人崔团营的脚上正穿着一双凉拖鞋，鞋子的大小以及花纹与案发现场那枚足迹。Twee is wearing sandals. They match the footprint exactly. 足迹比对的结果证明，报案人崔团营脚上的鞋子与案发现场发现的足迹 完全一致。这个鞋就是他一样，就是案犯，可以说案犯就是那样。为了进一步寻找到崔团营的犯罪证据，现场的勘查工作继续进行着。那我们只能就通过证据，用证据 Cigarette butt, Yanan brand, Hu Suchin did not smoke. 来做这项工作。你靠他的口供是这个案子没办法进行的。每一块那窑洞很危险啊，坍塌的窑洞，随时都有坍塌的可能。每一块地方，每一块这个土块下边，
每个周围看有没有扔的其他的证物。果然，就在窑洞的第2道门口，小卖部的老板清楚地记得，住在山上的几户人家里，只有崔团营经常来买 The village 延安 shopkeeper 牌香烟。 remembers. Only one man buys Yan'an cigarettes. 几个小卖铺走访调查，也就是反映出来，一个姓崔的上面住了一个姓崔的爱抽这种烟。同时 ，DNA 检测结果证实，案发现场那枚烟头正是 DNA 崔团 confirms 营 the cigarette is Sui Tuanying's. 那当时就没有注意，就随便一撇就完了。欲盖弥彰的谎言，案发现场遗留下的足迹和烟头，使得警方确定，崔团营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。崔团营终于承认了自己杀死胡素琴的犯罪事实。完了以后呢，再通过慢慢接触时间长了，胡素琴可对他好，对我可不好。发现就是寇国正有好几回，趁他不在家的时候，就跑到他家混饭去了，而且有一回可能是喝的啤酒嘛，还是果啤，还弄了几个菜，这崔团营就记恨在心。让崔团营伤心的是，胡素琴对他越来越冷淡。寇国正才也交代到，胡素琴一看他也是单身，还有意想嫁给他，并且还到了寇国正家里头谈过婚论过嫁。这些情况呢又被崔团营发现。7月19日中午，他将正在菜地里干活的胡素琴叫到窑洞后，实施了杀害，并且伪造了强奸杀人的假象。他终于才被发现， On 而且当 July 时在 19th, 那个出 he called her into the cave. He struck her. He dragged her 7 body. 月22日，崔团营故意将邻居黄天德引到菜地，装作意外地发现胡素琴的尸体，而且选择了自己报警。报警咱们没有人相中我，这样我咋报起来？他从小你咋拉的？自认为聪明绝顶的崔团营以为，自己精心编造的谎言将能使他逃脱法律的制裁。然而，侦查员在案发现场 3 一 days 次 later, 又一次 he led 缜 his 密的 neighbor 侦 to the 查之后， body. He made the 还是 call 找 to 到了他犯罪的 110有 himself. 力证据。一个是现场勘查是非常重要的。那现场这勘查你所是最真实的东西。任何一起案件的发生，他都离不开现场。 The truth in the end was always in the scene. 真正找到这个嫌疑人到底是谁，他会留下蛛丝马迹的。